还在想那几位莽夫林长和苍无秋的斗者？是。我之前在瑶光山都不知道，身在下境，连斗者都过得如此艰辛，更别说那些普通的生灵。有胜者，就必会有败者。青云大会看似公平，实际上则是恶性循环。下三境福泽匮乏，人才凋零，年复一年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。而下三境的生灵们，则会愈发陷入窘境。强者愈强。现在不管是极心渊还是瑶光山争得第一，都没办法改变眼下的情形。我在想，如果有一天青云大会能改变规则，6境能够平分负责就好了。笑什么？我知道人心反复，总有生变的那一天。我这些想法有点过于理想化了。我笑的是，曾经在青云大会刀剑相向的我们，也会有这么一天。不过你说的对，不去想，就永远不会有实现的那一天。其实下三境的生灵们，他们根本不在乎谁能得第一，他们只想拥有福泽，吃饱，穿暖，就足够了。我在沉渊时，见到过无数想要活下去，却需扭曲自己意愿的生灵，他们并没有错，他们只是太想活下去了。你之前过得太苦了。谢谢你，坚持下来，活下来，我才能遇到现在的你。你之前说这有个眉心印记。我想，这应当是我还在襁褓中，母亲为我种下的。里面有关于母亲的模糊的记忆。我看不清母亲的模样，但她跟我说，这枚印记是我和她的骨血所化。那你就没想过去找她？当然想过了。曾经在沉渊时，我幻想过无数次，他们来寻我。或许，他们已经不在了吧。但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有我的师父救我、教我，有不休敬我，有荀婆婆护我。还有你。我是吗？骗我！七宝仔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说一遍。爱我。
回来了。是，属下跟踪司徒岭一路到了边境悬崖，奈何他用了法术，踪迹全无。无妨，你后面随我去品茶会，紧盯逐水和瑶光山的动向。届时若他们有所动作，必定会露出马脚，我们守株待兔即可。至少现在，司徒岭对明义还没有恶意。他对明义有没有恶意我不知道，反正他对你的恶意挺大的。你现在真的话越来越多，不好吗？好啊，很好，越来越有人味儿了。主上今日是不是遇到什么开心的事了？哎呀，你不说我也知道，肯定是和明义仙子有关。该不会是明义仙子终于决定以身相许了？我就说嘛，你从前一本正经假装冷漠那套是不行的，你得告诉他，他才能真正懂你的心。我又何尝不想告诉他？若是有机会就好。主上，你说什么？哦，我说，对，我说你说的对，你是没喜欢过人，很多事情你不懂。要我说啊，你就应该去结识一些什么小母龙啊、小蝴蝶啊、小凤凰什么的，别整天打打杀杀的，人都傻了。来看看吧，姑娘。行，给你包起来啊！再来。好。整条这个王八蛋！我飞书传信给他，龙宫200多封。他但凡不是死了，就不会每次只回个好来敷衍我。多半是死了。你们说，他不会是有家室了吧？还是说，他脚踩2只船啊？我堂堂吉星院的仙娥，不会被这小子给骗了吧？没，不会的。让你喝没让你喝这么多。哎呀，慢点，小心。小心头。哎，躺好了。好啦，品茶会让你也跟着去啊，好好问问他。哎，你跟那个季伯子啊，怎么了？啊，那个，目前青云大会是最重要的。青云大会最重要，男人什么的，一边去，一边去，干杯！干杯！你睡吧你。明义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，要不然你入我寿华潘宫当正式斗者吧？这学有问题。哎呀，头疼。明义，哎呀，明义，明义。明义师傅，喝口茶休息一下吧。夏晨曦，我之前就想问你，我这都没有收你为徒，为何总叫我师傅啊？神君说了，明义仙子入寿华潘宫就是来教授我助气的，那自然就是我师傅啦。又干这种事儿！哎，你少激动，你看这防阳灰都掉我碗里了。哎，我不是要去寿华潘宫任职位的，就是教他们助气术，这样我就能光明正大的跟他们去品茶会了。我只会口头答应神君，
你赐我福泽，我教小晨曦助气。此外，我还有2个条件。好，神君不若听完，再判断自己能否做到。我见过镇妖撒，你的助气术，整个极星渊无人能及。若能得你的指点，什么条件我全部都应许你。第一，我要跟斗者一起去瑶光山参加品茶会。好，第二，我要神君承诺，一定要竭尽全力准备青云大会。待6境齐聚，你要当众揭穿逐水神君及其党羽的所作所为。好，这一直是我心中所想。既如此，欢迎明义仙子加入我寿华盼宫。原来你是这么想的。万一斗不过明星，也可以催生一份对抗逐水灵州的力量。哎呀，反正老子呢，从尊者的位置上退了下来。我呢，趁这个时间，去找一找黄粱梦所需的药材。因为你这个毒啊，到底是解了还是没解，我这心里直犯嘀咕。哎，我去找药的时候，你在家。我能照顾好自己。听话啊，否则的话，多大岁数？啊，对了，品茶会历年以来啊，都会举办灵力比试，之后还会有一个游人比赛，除斗者外都可参加。这也是想让6境的寻常人之间呢，也能够较量较量。听说今年的彩头啊，是黑灵芝，可以帮助重新炼化从寿。能复活27。聪明。真的？嘿嘿，有了黑灵芝，就能加快27的复活速度喽。27，你听到没？27，有办法能让你回来了。你给我等着啊！伏虎盾攻守兼备，而且防御极强，适合莫阳秋。谢谢明义仙子。这个绿奇琴，攻速快，而且可以放大治疗。元宵，这是你的。谢明义仙子。这个呢，就是昊天棍，只要注入灵力，敌人在100尺之外也可以攻其不备，呈横扫之势。谢谢师傅，有书给你了吗？开玩笑的，给你。你的，给你。哎，季兄，你也来试试。你的实力加上明义的法器，怕是6境再难有敌手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我受神君之托，入住寿华盼宫，教小晨曦助气。嘿嘿。明义仙子入住寿华盼宫，季兄竟然不知。其实我和季仙君，不是，我没说完呢。季仙君和明义仙子是不是吵架了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大人的事，小孩子少掺和。行了，这儿没人。你来干什么？我要去品茶会，找到明星给我下毒的证据。若是等我父君给他办过正式的太子收封大典之后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在寿华盼宫，你暴露的风险太大。我不慎懂助气，都能发觉涅槃与于禁相似之处。那我有病啊！我给谁都造一把跟于禁相似的法器。我助气的本事，你也就见识了1、2。我造的那些东西远超你们想象，所以不用担心，不会有人发现我是谁的。好啊，那你既然敢来寿华盼宫，你的灵脉可好了？
不出10日，妖兽军将成。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。他人都以为司叛堂所看管的陈渊是犯下恶行的最先服刑之地，但此地有毒的瘴气弥漫，无人涉足。乌七百便想到用此地来炼药，但因药方缺失，只炼出了离恨天。他通过时令术打开了通往陈渊的捷径，毅然将陈渊变成了自己的药方。这瘴气萦绕，除了适合炼药，也同样适合妖兽的生存，所以穆七百才会选择这里孵化妖兽，把你们这些无辜之人抓去给他做事。他们的行事准则从未改变过，将孤儿寡母、老弱残障抓入陈渊，死了就是死了，无人替他们伸冤。所以一直在搜罗和当初我一样的人，生死都无人问津的人。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，用起来最为趁手。明义，你说过，若想要彻底铲除尚未炼成的妖兽菌，可以将自身作为化药之鼎，将妖兽菌的妖元汲取，进行炼化。告诉我，这化妖之术该如何施为？要行此术，需要有一法力高强之人，以自身做化妖鼎。这事交给我，仙君是极心渊的斗者，不能有差错。我既答应过仙君，我自愿做这化妖鼎。你都说了，只有法力足够高强的人，才有可能成功。我又不是没见过你施法，你灵力有限，即便你身有灵脉，也不可能成功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更应该我去做这化妖鼎，才能保存我们中最强战力。只要仙君一出事，穆七百肯定会有所动作。若是你也折损了，我们怎么对付他和他背后之人？只是做化妖鼎，怎么可能折损于我？可是你……就这么定了。以身做化妖鼎，一共3个步骤，越往后越凶险。第一步，修炼灵力，固化自身丹元。第2步，将妖兽隔空吸入丹元内，便会在体内生成妖元。第3步，以自身为鼎，与妖元共生，将之炼化。此时为第1阶段，祭仙君会耗尽全部灵力，身体虚弱，切记绝不可出乌龟海。这波仔真要自己做化妖鼎啊？他是信不过还是舍不得？他现在在灵犀井里闭关修炼，但对我只字未提。说信不过，应该比不忍心有理有据些吧。哎，他怎么想我的现在不重要，他得先通过第1关。这个药粉能帮他治好手上的伤，我还得再做一些补药，帮他灵力维持在最强状态。眼下先做这些吧。还是先不打扰他休息吧。
要找我？哦，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想到你刚刚固化了丹元，肯定有些虚乏，所以就熬了碗药。但我想想还是算了，仙君不是……不是，你这好意，我到底能不能领到啊？仙君不是说不吃外面东西吗？还在说这个？如果是换做别人，他多半会怀疑这仙子本是要下毒，结果忽然心软，改变了主意。现下不过是编个说法，哄骗罢了。那正好，你呀还是别喝了。是时候开启第二步了，需用传送法阵，将丹元送抵沉渊，彻底吸空妖兽元神。但此步会暴露施术者气息，请务必以最快速度将丹元传回，否则功亏一篑。以无身作祭，引浩然正气。万千妖邪，阵风，请。请西君请看。只需再过3日，妖兽君便能养成。届时，妖兽的数目、力量，都足以媲美100年前灵脉女仙豢养的妖兽。我过去一向嫌吉星渊绳床瓦造，上御旁风，没想到这个穷山恶水，哼，居然派上了用场。为何妖元全都被吸走了？
伯仔，是，季伯仔，一定是他干的，一定是季伯仔。废物！属下不知季伯仔竟通晓化妖术这等秘法，否则属下定会提防。江西君，果然不能对这个地方有一点指望。穷山恶水，产废物。掘地3尺，你给我把季伯仔找出来！公主先休息一会儿吧。寿华盘宫的尊者可绝不能是花架子，这庆云大会的任何细节，我都要牢记于心。公主真的长大了。是叔怕了。没有福泽，极星园连花草都会比过去更黯淡无果。秀云，我时常会害怕。你说，母后留下来的福星花，会不会再次枯萎啊？公主放心吧，严仙君的法子到底是管用的。之前这么多年，就算没有福泽，它也依旧开得好好的。各位，我们没日没夜的训练，而身为最重要的战客，季伯仔却连日不曾现身，置整个寿华判宫于不顾。那我们还练什么？我们拼死拼活的又为了什么？就是啊，对啊，为什么？青云大会是团战，我们需要的领袖是能够统领大局的，而现在，像季伯仔这样的人。被公主封为战客，奉若至宝，那我们还在乎什么？我们干脆都不要练了。孙辽说的对，季伯仔再不露面，就不配再当战客。是啊，他不来，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练了。对啊，我们练什么呀？你们别这么说呀！公主，孙辽在寿华判宫闹起来了。谁说没有季仙君就不用练了？季仙君是战客，但寿华判宫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。若是只靠他才能取胜，他不来就要输掉青云大会，那极星渊也不算真正变强。大家说，谁说的对？谁说的对？盛大了不起呀！我觉得孙辽仙君说的对。季伯仔身为战客，却对寿华判宫不管不问的，在他的心里面，根本就没有极星渊。是啊，公主也他说的对啊，这要是韩风君管理寿华判宫，肯定出不了这事儿。就是，对季伯仔来说，斗者青云之路，不过是他摆脱醉囚这个下贱身份的晋升之阶罢了。哦，原来季伯仔一直是这样想的，难怪我一直想不通，这季伯仔为何不肯来训练。化妖鼎的最后一步是当所有妖兽元神吸入了你体内后，炼化7日才能将他们制服。但这也正是它的致命之处。所谓炼化，实则彼此遏制，彼此融合。最终，不是你将他们瓦解，就是他们将你夺舍。季伯仔，你以身作鼎炼化我们，同样也要受到尸骨焚心之痛。极星渊的人真的值得你这样做吗？值得吗？极星
身躯软弱如傀儡，什么都改变不了。兽华潘公利用你的能力，但对你在尘渊受辱的过去不闻不问。你还要为了他们损耗自己吗？傻呀！你太傻了！季伯载为何必须闭关修炼？公主，季伯载现在已无大碍，很快就能出关了。明义，季伯载已经答应我了，有事会与我商量，为何又再次隐瞒？若是这样，本公主当真要怀疑他作为盟友的诚意了。抱歉，公主，季仙君并非有意隐瞒，而是这事儿实在牵扯太多了，还请公主再信他一回。我听说了公主在寿华潘宫的事儿，没想到公主能用这种方式把局面稳住了，实在多亏你了。孙辽所作所为，明显是叔父授意。包括上次他发难于你，目的都是为了褫夺季伯载的斗者身份。季伯载是为极星渊出战才晋升仙君的，若他不在寿华潘宫了，叔父想要对他下手，怕是再没什么好顾忌的了。偏偏季伯载以往就爱单打独斗，在寿华潘宫做事又不认真，那孙辽一挑唆，寿华潘宫上下竟当真对季伯载不满，公主只好先发制人，暂时先废去了季伯载的战客之位，才能压制住所有人。公主又干脆把这位置给了孙辽，他当战客当得风生水起，竟把韩风君的计划抛诸脑后了。你是不知道，我为了对付这个孙辽有多没面子。我知道，我懂，我都懂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他究竟何时出关？一个孙辽也就罢了，若穆七白此时出招，我很难应对。况且就是因为季伯载的出现，才让极星渊看到了希望。今年参训的斗者数倍于往年，甚至可以说，他们就是因为仰慕季伯载才来的。明夜，那这些人对季伯载的失望，我又该如何承担？怎么了？太累了，不行了。小晨曦，你这修为也不行啊！按你所赐，今天所有人加练1个时辰。还有这位，就是因为你不想让人活了。起来吧，跟你没关系，是他要逞威风。尊者，请。尊者，今日天还没有亮，我就已经开始训练他们了。这样继续下去，我们定能问鼎星云大会。哇，孙辽仙君当真是有能力呢！我才让你当战客，这寿华胖宫便面貌一新了。不过我今日还要办公，这外头实在太吵，不如先休息。是，尊者。谁让你们那么早训练的呀？啊，谁呀？谁？不是你吗？你闭嘴！大家都听清了啊！散了，全都散了！一点规矩都不懂，吵到尊者怎么办？办好了，尊者。啊，季伯载，当真不如你。等夫君醒来，
我一定要将你做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他，相信父君也愿意将这吉星渊交到真正优秀的人手里。是，尊者。哼。孙辽误动，不就动？呀！谁？好耶！谁干的？别让我抓到你们，不然看我不扒了你们的皮，抽了你们的筋！躲起来，躲起来！是不是你干的？孙兄，你这出什么事？等等。孙兄，你身上这是五毒十灭之水啊！五毒会让全身肌肤溃烂而亡的。那会不会烂脸啊？也会。啊？那这怎么办啊？啊！但你放心，孙兄，我呢刚好有解药，只要你吃。只是吃下去之后啊，难免会六脉无力，且只能卧床或者站立，就是不能行走。你怎么不早说呀你？难不倒。你看，聪明。这只玉虫能为主上找到黄粱梦，主上只要将其设法放入无归海，他便会寻到黄粱梦的方向。若是纪伯仔真的炼出了实体的灵犀井，玉虫也能带你找到灵犀井的入口。这玉虫百年难遇，你是怎么弄到的？怎么回事？花月夜打探到了消息，我就去了趟莽夫林找到了这东西。我是说你的手。被当地人给发现了，受了点伤。你看，都已经快好了。寿华判宫目前暂无纪伯仔的消息，孙辽身体抱恙，据说已腹泻3日不治，许是贪杯伤了身。前几日孙辽兴致高昂，逢人就说天机公主倾慕他，要选他做王女夫。连日诊躯皆遭，难免六脉无力。唉，天机倾慕他，这么明晃晃的捧杀他也信，真是蠢笨如斯。他以为天机还是那个能被你哄骗的小姑娘？难道你像孙辽一样愚痴？你就看不出来孙辽去寿华判宫巡视是本君的意思？属下只是相信，孙辽即便一时被公主的计谋所蛊惑，仍能不忘殿下的嘱托，尽心行事，是以没有轻易的插手，却没想到他如此不济。言笑啊，你知道你的缺点是什么吗？属下不才，请韩夫君指点教诲。别人都是一颗黑心外，糊了仁义道德做掩护，你却是恰恰相反，看似是为求上位不择手段，实则一点都狠不下心。言笑啊，你想要的太多了。属下绝无二心。
良心这种东西，我是丢掉了才换来和那些人谈判的筹码。你如果做不到，就对我没有任何用处。得让季伯仔赔我这些花草啊！已经第4天了，季伯仔，你还顺利吗？妖兽会勾起你心中最痛苦的记忆，迫使你进入心魔。你一定要坚守内心，绝不动摇。若人质被心魔占据，你就会彻底失去自我，被妖兽夺舍。你就没想过他是利用你、欺骗你吗？你居然还会相信身边的人？医院的过去你都忘了吗？别怕，我是觉得你跟我儿子长得好像。他10岁那年，为了抢一个包子，让人打死了。你的手跟他有一些像。他死的时候，手里还攥着包子。他那手让人踩的都烂了。我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气，拼了命都没能把他们掰开。你说？这副模样，若来世，他想摸摸他娘亲的脸，都办不到。对不起，我的手太脏了。你一定饿了，吃点吧。没事儿，放心吃吧。好吃吗？慢点吃。你能不能给我留一个手印？我想留个念想。你要是不愿意，就算了。等等，瑶光山太子明宪从13岁起参加青云大会，为瑶光山连胜7年。从小我就用法术女扮男装，在外人眼中我是个男子，他们都说我是何须最能打的战神，说我是英雄。我哪是什么英雄，不过是一时一刻都不敢松懈罢了。因为赢得福泽是我的使命。自记事起，
我就被要求只能赢，必须赢，一直赢。我就说，还有漏网之鱼。为什么不出招？他们都不见了，急星不可能输给急星渊吧？肯定赢了呀！公主，我们这次能打败明宪吗？这个空间限制了我的灵力，连战甲都无法维持。此人不简单。极星渊的斗者竟有此等灵力，你到底什么人？都被困在我的灵犀井里了，还能说出这种话？我就算在你的灵犀井中，灵力减弱，也照样赢得过你。是吗？果然是战神啊，竟然以血幻化兵器。我只会赢，我只会这一件事。谁都会输，凭什么不能是你？你看，输了，就剩这么多啊！是啊，死的都没有了。此次两境会，吉星渊胜，是为上境；瑶光山为下境，福泽降临。公主，我们赢了！我果然没看错人。不打
了还有脸出来？就是，都怪他，没有脸。就是。你说到手的福泽就这么没了？没有福泽，瑶光山就会灵光暗淡，大地干涸呀！没有福泽，连灵诗都画不出来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是啊，你不配当我们的战神。我是瑶光山太子明宪，13岁起参加青云大会，连胜7年，却像从未赢过。明宪，明宪，你怎么了？而且，我灵脉断了。怎么会？看着像中毒，好生厉害的毒。是他，卑鄙小人！母后，我命你走，即刻离开瑶光山。母后，您这是要驱逐我吗？你的灵脉一断，再要留在瑶光山，是想死在觊觎太子之位的人手里吗？母后，我一定能修复灵脉。瑶光山失去的，下届青云大会，我1000倍万倍讨回来。我对你一定还有用，你千万别赶我走。明宪，你听好了，我不是要赶你走，是要你好好活着。可笑我这半生汲汲营营，如履薄冰，教你从一出生就用这无相秘法扮作了这个太子。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普通的小仙子的。这道至强至密的障眼法，让你在所有人的眼里，都只是一个男子的面貌。可是现如今，你的灵脉一断，一切都成了空。明宪，留在瑶光山，并不是一条生路。我放你走，你撤去无相秘法，恢复你本来的样子，谁都不可能认出你来。好好活下去，永远别再回来。母后放心，我定能修复灵脉，重返青云。季仙君，我去找别的仙君了。这可不许。季仙君还真是把花月月当家了。这青云大会一落幕，你就来了，在这流连的时间可比我都久。我辛辛苦苦出战青云，不就是为了今日？要什么有什么。明明是我有什么，季仙君就要什么。是吗？那你有什么？
季仙君，吃颗葡萄。花月夜，这么多仙子等着我呢，我总不能厚此薄彼吧？多谢季仙君。大人，请。季伯宰这小子，赢了青云大会后，日日花天酒地，寻欢作乐，果然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。2个月了，我都无法近他身。今日他得封青云斗者称号，大摆宴席，我定要抓到这个接近他的大好机会。我听姐妹们说了青云大会的事儿，你也知道，这种地方嘛，一件事能被传成几百种模样。仙君在青云大会上表现英勇，所向披靡。那一看就不是那种会被区区名县一招击败的普通人。会传我这种话的，是不是季伯宰？不，仙君，季伯宰他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。这和季仙君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你为何会同我讲这种话？仙君误会了，我只是……就现在，啊！先引他英雄救美，我再顺势接近。打扰了，不吃这招。你该不会以为能找到季仙君为自己撑腰吧？孙仙君，你误会了，你那事儿季仙君一个字都没跟我说，你可千万别怪他。季伯宰，是不是你传的我在青云大会的事？你一个沉冤罪囚，莫名后天得了灵脉，还攀上天机公主当了斗者，怎么只敢在背后嚼舌根，这么上不得台面吗？孙良，其实你挺厉害的，怪就怪明线打快了点。你。可惜啊，又差了一点。怎么今日又看到季兄为了一个小仙子，同人大打出手啊？孙良，今日是季仙君的庆功宴，莫要胡闹。哎。算你走运。这小子真难接近，我得再想想办法。季仙君，酒菜已经备好，可以开席了。恭贺季仙君赢得青云大会，能否有幸敬你一杯？季仙君在青云大会上的表现如此英勇，为我们吉星渊赢得了福泽，今日难得一见，在下敬你一杯。师父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徒儿，你青云大会受的伤给我看看。师父，我不知道中了什么毒，灵脉断了。你听我说，你中的毒名叫离恨天，中此毒后，有灵脉者灵脉尽失，无灵脉者反会生出灵脉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再催动灵脉，否则就会加速毒发。这个印记叫离恨花，等着七瓣全部凋落，就是你元神寂灭之时。所以，
这1年之内，你们必须要找到解药黄粱梦，将它服下，修复灵脉，方能保住性命。既然是季伯宰下的毒，那他手中可能会有黄粱梦。你去吉星渊找季伯宰，处理完追兵，师傅会来找你们的。他不吃外食，是怕别人给他下毒。果然，心黑的人看什么都黑。寒风君到。哎呀，不用拜，本君最讨厌这些繁文缛节，都把手放下。以后你们都像伯宰老弟一样，无论在哪儿见到本君，都像见到老朋友一般，这样多好啊！啊！寒风君这是点我呢，我哪敢造次啊？从前做醉酒时，连贵人的灵宠都要下跪。现下混好了，便只求一个不弯腰。本君就喜欢你这个脾气。今天是伯宰老弟你得封青云斗者的好日子，特带了些薄礼以表心意。你那吴归海啊，煞是冷清，仅有的伺候也是年事颇高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本君的小侄女天机也是个不懂事儿的，她虽然掌管着吉星渊的寿华判宫，却仍然当不好这个尊者，都不知道给你安排个人。今日本君给你送来2位婢女，日后管账洒扫你尽管吩咐他们。本君这份薄礼，你可还满意？寒风君对我的吴归海，听得也太紧了吧？他们吉星渊内部果然也有隔阂。不是我不领情，今夜好歹也是天机公主为我办的宴席，可寒风君却突然带了2个人过来，我这要是收下了，那岂不是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吗？你不敢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，反倒是不怕得罪本君呢。老弟，这份薄礼，你当真不收吗？君送的礼，季仙君竟然不收，竟然拒绝了，这不折了人家的面子吗？机会来了！不可以，大人才刚刚答应我要带我回乌龟海的。我方才说过吗？说过。许是之前答应的太多了，都不记得了。那不如季兄将这3人一同带回去，也算是一段佳话呀。对呀，是啊，一起带回去不更好？这个主意好，本君这就亲自派船车将你们一起送回去。好，带回去。对，带回去吧。是啊，带回去。不行，装不下。虽然吴归海地偏，但毕竟是赏赐给季县君的，幽静开阔，我看多来几个也装得下呀。对呀，是这个主意好啊！季县君带回去正好，这正好，这是对。且慢，诸位，我吴归海可不是什么鱼塘，更何况在下精力有限。不如这样，3位仙子，我有一题，你们谁回答的最符合我的心意，我就带谁走，如何？这真是个好主意啊！就这么办吧。既然是来我处伺候，我的乌龟海豢养的是何种灵兽，你们该如何照顾？乌龟海是死水，能有什么？可我若答对，岂不显得我有备而来？你先来，就你。